大家好，我是星辰故事解说，以真心讲述每一个故事。今天为大家带来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赡养上帝》。上帝又惹秋生一家不高兴了。此刻秋生媳妇玉莲正叫嚷着：“老不死的，你要把这一家害死啊！”原来上帝今天热牛奶又忘记关液化气了。除了每一天遭受玉莲的训斥，秋生爹才是最让上帝头疼的。秋生爹总是拉着上帝下棋，如果上帝赢了，秋生爹肯定暴跳如雷。你个老东西，赢了我就嘚瑟你了是不是？你是上帝赢我算个屁本事。可如果上帝输了，这老头照样暴跳如雷。嘿嘿，你个老东西，我这棋术方圆百里没得比，赢你还不跟捏个臭虫似的。反正最后的结果都一样，秋生爹把棋盘一掀，棋子满天飞。上帝把棋子摆好后，他就又会做起同上帝下起来，并重复上面的过程。每每这时，上帝总会长叹一声：“哎，日子怎么过成这个样子呢？”这一切都是从3年前那个秋日的黄昏说起。这一天，地球同步轨道上突然均匀停泊了2万多艘外星飞船，所有的飞船同时停泊到位，避免了飞船的质量引力在地球海洋上产生致命的潮汐。这让人类多少安心了一些，因为它或多或少地表明了外星人对地球没有恶意。可之后的几天内，地球尝试与飞船进行联系，却一直没有回应。与此同时，地球上正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世界各大城市中陆续出现了一些流浪的老者。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这种老流浪者增长到3000多万人。最恐怖的是，他们都说着同一句话：“我们是上帝，看在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份上，给点吃的吧。”这个时候，人们才把注意力从飞船转移到这些不速之客身上。经过仔细观察，人们发现那些老流浪者全部来自那些外星飞船，他们穿着一件名叫再入魔的密封服，然后孤身跃入大气层。由于老流浪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已经接近1亿人，为此各国政府召开了特别联合国大会。他们声称所有的上帝都是绝对平等的，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能代表全体。于是从时代广场找来一个英语已经讲得比较好的老流浪者进入了会场。从谈判中得知，那些老流浪者确实是外星人，但他们不是来自某个行星，他们就生活在那2万多艘太空飞船里。按照这位老者的话说，一个文明只有在它是个幼儿时才有固定的位置，行星会变，恒星也会变化，文明不久就得迁徙。任何行星环境都不如密封的飞船稳定，任何长大成人的文明都是星舰文明，在太空中进行着永恒的流浪。可他们为什么要自称上帝呢？原来上帝文明在地球诞生前就已存在了很久，在他们步入衰落的暮年时，他们就在刚形成不久的地球上培育了最初的生命，然后在地球进化到适当的程度时，按照他们元祖的基因引入了一个物种，并消灭了它的天敌，细心地引导它进化，最后在地球上形成与上帝文明一样的种族。也就是说，人类是他们创造的。而从飞船上传输来的地球生命原始设计蓝图，以及按照老流浪者的指引，在各大陆中挖出了那些令人惊恐的大机器，都证实了老者的话。此时人们不得不相信，至少对于地球生命而言，他们确实是上帝。终于，人类代表向上帝提出了那个关键的问题：他们到地球来的目的是什么？老者没有直接说出答案，而是缓缓地道出了文明衰亡的过程。就如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恒星甚至宇宙都有终结的一天，文明也不例外。个体寿命的延长是文明步入老年的第一个标志。上帝文明中的个体寿命已延长至今4000个地球年，但他们的思想在2000岁左右就已完全僵化。这样的个体掌握了社会的绝大部分权利，新的生命很难出生和成长，文明就老了。而文明衰老的第2个标志是机器摇篮时代。那时的机器已经可以完全独立运行，能够自我维护、更新和扩展。上帝文明不需要为生存付出任何努力，完全靠机器养活，就像躺在一个舒适的摇篮中。想一想，假如当初地球的丛林中
到处都是伸手就能抓到的果实。猿猴还能进化成人吗？渐渐的，他们忘却了技术和科学，失去了创新能力和进取心，文明加速老去。而他们在地球上播种生命，就是在为自己终将到来的衰老做准备。现在这一刻确确实实到来了。他们飞行了上千万年的飞船，在飞行过程中积累了各种故障，已经无力再进行自我检修。可至此已有上百代人生活在舒适的机器摇篮之中，技术早就被遗忘干净了。别说去维修那些已经运行几千万年的飞船，就连最简单的1元2次方程，他们都已经不会解了。飞船上的生态循环系统已接近崩溃，无法继续养活20亿人了。所以他们来到了地球上，找自己的这些子孙。听到这里，人类明白了，原来他们是来养老的。但此时各国首脑都陷入了沉默，那可是20亿人啊！地球社会中的每一个家庭都要收留1至2人。上帝见状说道：是啊，给你们添麻烦了。当然，我们将提供上帝文明在各个学科和技术领域的所有资料，作为给你们的补偿。它将使地球文明产生飞跃进化。听到这个消息，各国首脑极力掩盖心中的狂喜，立马说道：赡养上帝应该是人类的责任。于是20亿上帝开始住到人类家庭中去，当然也包括秋生这一家。认领上帝的这一天，家家户户全体出动，都到村口去迎接，每个人的脸上都热情洋溢。上帝的技术那么先进，人类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到时候是按需分配，什么都不要钱。秋生爹则关心自己能否像上帝一样长生不老。想想那样的话，我现在还是个小伙，说不定还能。与这些愿景相比，家里多养一个老头有什么了不起的？进入秋生家的上帝每天过得甚是悠闲，每天钓钓鱼，和村里的老人聊天下棋，跟着流动戏班子看梁祝。有一天，玉莲发现了上帝的一个秘密。上帝爷子每看完戏，总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上面有个好漂亮的姑娘。看着秋生一家八卦的眼神，老爷子直叹道：那是我时隔2000多年的爱恋，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他是极少数没有在机械摇篮中沉沦的人，他发起了一次宏伟的探险航行，要航行到宇宙的尽头。可能无边无际的宇宙荒漠吓着了我，我没有与他同去。在以后的2000多年里，我便一直活在对他的思念之中。后来秋生一家才知道，那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台接收机。现在所接收的是他的实况画面。由于接近光速飞行的中慢效应，飞船上的时间流逝得很慢很慢，所以现在他们看到的是8000万年前的他。上帝用充满爱意的目光凝视着小屏幕。他正在说话呢，刚刚说出我爱你3个字，每个字说了1年多的时间，现在正结束你字。他后面还有话，我会用尽残声去听的。可谁也没有想到，上帝与人类的蜜月很快就结束了。一开始，人们对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科技资料欣喜若狂，但人们很快发现，要将这些技术变成现实，至少在本世纪内是不可能的事。能源技术是人们最关心的，可上帝文明的能源技术是建立在正反物质湮灭的基础上，并且这些能源机器的反物质燃料，最近的也在距地球55万光年之遥的太空之中。科学家们也曾满怀希望地查询可控核聚变的技术信息，但根本没有。这其实很好理解，人类现代的能源科学并不包含钻木取火的技巧，其他科学领域也一样，即使是最前沿的科学家也无法读懂那些资料，而上帝们也无法给科学家提供任何帮助。人类就像一群刚入学的小学生，突然被要求研读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而且没有导师。也就是说，现在辛辛苦苦给上帝养老的人，根本就活不到上帝的科技应用到自己身上的那一天。另一方面，地球上突然增加了20亿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的老人，医疗和其他公共设施已不堪重负，世界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上帝和这些家庭的融洽关系就不复存在了。虐待上帝的事件开始频繁发生，越来越多的上帝离开了他们居住的家庭。城市中的街道上再次出现了成群的上帝，重演了3年前的那一幕。上帝与秋生一家也因为半箱方便面彻底决裂。
西金村的上帝离开了收留他们的家庭后，在田野上搭起帐篷，过起了艰苦的生活。秋生家的上帝不忍那些老伙计挨饿，便拿了半箱方便面给他们送了过去。这件事让秋生爹极为愤怒，一拍桌子：“你给我滚！你不是记着田里的人吗？滚到那里跟他们一起过去吧！”上帝低着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拿起了自己的行囊，离开了家。懦弱的秋生此时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是家里唯一始终对上帝怀着尊敬之心的人，于是他也收拾行囊离开了家，准备独自抚养老爷子。可上帝拒绝了秋生的好意：“你是个好孩子，可我们要走了。”此时秋生才在注意到天空中2万多艘上帝文明的飞船再次集结。西金村的上帝走的这天，全村的人都赶来送行，所有的人对上帝都亲亲热热，好像上帝前面受到的那些虐待与他们毫无关系。上帝看着前来送行的秋生一家，道出了由衷的感谢。秋生爹一脸伤感地说：“你们那些可都是破船了，你们坐着他们能去哪呢？”上帝平静地说：“飞到哪算哪吧，太空无边无际，哪还不埋人呢？”听到此处，玉莲突然哭了出来，自责自己没有良心，将怨气全部撒到上帝身上，并且恳求上帝留下来。可上帝却缓缓地摇了摇头：“我们走，并不是你们待我们怎么样，能收留我们已经很满足了，而是上帝在你们的眼中已经变成了一群老可怜虫。你们可怜我们了，你们竟然可怜我们了！上帝文明怎么会让人可怜呢？你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一个怎样伟大的文明。记得那是银河1875纪元吧？有大批的恒星加速了向银河系中心的运动，这恒星的洪水呀，一旦被银心的超级黑洞吞没，产生的辐射将毁灭银河系中的一切生命。于是我们那些伟大的祖先用了整整1400万年，在银心黑洞周围沿银河系平面建起了一个直径1万光年的星云屏蔽环，使银河系中的生命和文明延续下去。紧接着，仙女座和大麦哲伦2个星系的文明对银河系发动了联合入侵。上帝文明的星际舰队跨越几十万光年，在仙女座与银河系的引力平衡点迎击入侵者。当战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双方数量巨大的舰队缠斗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直径有太阳系大小的漩涡星云。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上帝文明毅然将剩余的所有战舰和巨量的非战斗飞船投入了这个高速自旋的星云，使得星云总质量急剧增加，引力大于离心力。这个由星际战舰和飞船构成的星云居然在自身引力下坍缩，形成了一颗恒星，而后立刻变成了一颗疯狂爆发的超新星，照亮了仙女座和银河系之间漆黑的宇宙深渊。我们伟大的先祖啊，就是以这样的气概和牺牲消灭了入侵者，把银河系变成一个和平的生命乐园。现在文明是老了，但不是我们的错，谁都有老的时候，你们也一样，我们真的不需要你们可怜。临近离别时，上帝最后给了人类2个忠告：一是一定要飞出去，飞得越远越好。任何文明待在它诞生的世界不动，就等于自杀。到宇宙中去寻找新的世界、新的家，把后代像春雨般洒遍银河系。二是你们有兄弟，宇宙中不止一个地球，在距你们200光年的范围内，还存在着3个像地球这样的文明。你们是地球4号，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在此之前，我们也曾去过那3个地球，地球1号还算好的，在骗走了我们的科技资料后，只是将我们赶了出来。而地球2号扣下了100万人当人质，让我们用1000艘飞船来交换。他们得到飞船后，发现不会操作，但发现人质也不会时，就将那些人质全杀了。地球3号也扣下了300万人质，想要让我们用飞船分别撞击地球1号和2号。
因为一艘反物质动力飞船的撞击就足以完全毁灭一个地球上的全部生命。我们拒绝了他们，所以那300万上帝也被杀害。你们是这4个兄弟中最懂事的，你们那3个哥哥极具侵略性，他们不知爱和道德为何物。其实我们最初创造了6个地球，另外2个都被他们同一星系的兄弟毁灭了，而他们3个都已经得知了你们的存在。不过好在，目前他们还没有掌握光速航行的技术，所以说这是一场生死赛跑。你们谁能最先贴近光速航行，谁才能生存下来。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上帝走的时候，拿走了几本秋生中学时的数理化课本。他说他要从头学起。也许有那么一天，他们真的能够试着修好飞船的反物质发动机，让它重新进入光速。秋生兴奋地说道：“那样你们又能跨越时间了，就可以找个星球，再创造一个文明给你们养老了。”上帝连连摇头：“不，我们对养老已经不感兴趣了，该死去的就让他死去吧。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己的最后一个心愿。”上帝从怀里掏出了那张照片，看着屏幕上的爱人，上帝说道：“这个宇宙，只要你耐心等待，什么愿望都有可能实现。宇宙诞生于一场大爆炸，当宇宙的膨胀停下来后，会转为坍缩。如果我们的飞船真能再次接近光速，我就让它无限逼近光速飞行，直接到达宇宙的末日时刻。那时宇宙已经坍缩得很小很小，那时宇宙中的一切都在一起了，我和它自然也在一起了。”一滴泪滚出上帝的眼眶。宇宙啊，就是梁祝最后的坟墓，我和他就是墓中飞出的2只蝶呀。1个星期后，最后一艘外星飞船从地球的视野中消失，西金村恢复了以往的宁静，仿佛上帝从未来过。可是秋生却在这个秋天获得了重生，因为他明白上帝来过。他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告诉埋头现实的他，要仰望星空。而在灿烂的星空下，秋生爹愚拙了一辈子的脑袋也终于开了一次窍，对着星海长叹一声：“人啊，该考虑养老的事了。”关于各个文明的故事，敬请期待下期视频。赡养人类，您的订阅和点赞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感谢支持。